家好，我是中医师庄佳颖。有些人啊，这个荨麻疹一发作起来啊，就是刚开始吃抗组织胺，一吃就可以压抑下来。结果就随着年纪越来越大啊，这个病程越来越久，本来吃1颗要变吃2颗，本来1个礼拜吃1次变3天、2天，甚至每天都要吃。然后后来吃了也不能够止痒，那这种状况中医可以治疗吗？如果你有这样的状况的话，一定要看这一集哦。荨麻疹是什么东西啊？荨麻疹它其实就是一种急性的这个皮肤黏膜血管的过敏反应，因为过敏嘛，就会红肿热痛啊，所以这个皮肤表面这个肥大细胞啊，把这个组织胺释放出来之后，这个红肿热痛的状况就会产生在皮肤表面的血管。那西医呢，这时候就会用一些抗组织胺，把这个组织胺中和掉，这个发炎反应就会消除了。可是呢，为什么突然间会有这样的过敏反应啊？有些人就是他本来不会对这个东西过敏，我以前吃花生不会过敏，我生完小孩子之后吃花生就哇全身痒起来了，为什么会这样子呢？同一个人有时候会过敏，有时候不会过敏，那其实还是体质的关系。所以中医看荨麻疹啊，我们就是看这一个体质到底是什么状态，去引起这个痒疹。那我们把这个痒疹呢，这个风疹分成实热跟虚热。那很多急性的荨麻疹都是实症哦，比如说很多年轻人他去吃麻辣火锅，吃完之后这个全身一下子就痒起来了，然后这种痒呢是热的不行。那这种荨麻疹通常是热性的，可能是风热，或是吃了太多的麻辣锅导致肠胃有热。或是有些人呢是喝了很多酒之后就起了荨麻疹，这就是肝胆的热。那我们让这种状况去去除呢，就是用一些清热解毒的药物，比方说黄芩啊，或是银翘散啊，或是龙胆泻肝汤啊，这些药物可以把这些热去掉。可是像我刚刚开头说的啊，有些荨麻疹它反反复复发作超过2个月以上，那个就已经变成慢性荨麻疹了。那这时候发起来呢，可能就变成局部一小块，稍微有点红红的，可能不是全身都是。可是每天都在那边发作，每天都在那边痒，不吃抗组织胺呢，它就不会消。那虽然不到很痒，可是会造成身体生活上很大的一些困扰。像这种状况呢，通常是以虚症为主。那是什么虚呢？很多人就是气血两虚型的。比方说有些人啊，他平常不会发作，吃东西也不会哦，可是温度降低，他只要一进到冷气房，他就发作了。所以他夏天反而变得很困扰，因为夏天大家在吹冷气，可是大家温度调得很低，他只要一调低，他就荨麻疹就发作起来了。这种就是血虚型的。那其实是因为你皮肤体表的温度降低之后啊，皮肤血管收缩，可是有一些有虚火的人啊，局部的散热功能散热不是那么好，所以有局部的地方因为遇热产生了过敏，那这种就叫做气虚的遇热。那这种状况呢，它不是像荨麻疹一样是整片红起来哦，而是皮肤有一块凸起来，看起来呢红白的，可是还是会痒。这种就是气血两虚型的这个荨麻疹。这时候我们可能会用一些桂枝汤啊，甚至用四物汤这种养血的方式去处理这种荨麻疹。那还有一种型的，它也是虚型的，可是它是阴虚血热型的。最经典的表现就是更年期，或是这个月经前后的妇女，像很多月经前后小女生啊，她在生理期前后也会起荨麻疹。那这种时候呢，就是她全身的血分热起来了，或是停经的妇女呢，因为有阴虚的现象，所以血热也会产生起来，因为她身体热没有办法正常的散出去。这时候我们就会凉血。滋阴清热为主，像我们常常会用小柴胡汤啊，或是栀柏地黄丸去处理这样子阴虚型的荨麻疹。那荨麻疹呢，是不是就是哎呀，反正你不要去理它，它就是痒一下而已就过了嘛？那没有什么一定要去处理它的立即的这个状况，其实不是这样子。其实有些人觉得这种过敏反应没什么，就只是红疹啊、痒啊，像小朋友他吃到一些过敏源啊、花生啊、南瓜啊，就是稍微痒一下而已。可是有些状况，你如果没有好好的去控制这个免疫反应的话，它这个重症的荨麻疹
会变成这种过敏性的休克。像我有一个病人啊，他是一个40几岁的先生，他已经得到这个慢性的重症状态已经很久了，全身免疫失调，反反复复就是有一些感染啊、肺炎的状况。那有一次呢，他就是家人不小心给他吃到个过敏源，然后产生全身的荨麻疹。那本来只是小小的这个痒啊。然后大家也不以为意，就是一小片红疹在那边。可是呢，大家没有去好好去处理它，去处理到这个状况的时候，它越来越严重，然后变成尿也不出来啊，血压也降低啊，从一个局部的这个血管的这个神经过敏反应，变成全身性的血管的神经反应，然后最后休克，就住进加护病房。最后幸好是他有成功的这个复原回来啦。那这种阳虚型的荨麻疹啊，甚至有可能是会造成这个生命危险。像我刚才那个病人在加护病房，我就是给他大温阳、大补肾，我给他用真武汤、防洗黄芪汤，把他的湿气利下来，然后把他的大补元气，这个全身的阳气稳定性把它拉回来。那大概过了5天之后，这个病人全身的肿就消退了，荨麻疹控制下来，其实也没有生命危险。那这个荨麻疹的日常保健啊，我们可以怎么做呢？第一个就是说，当你真的痒到受不了的时候，你可以做什么呢？你可以擦一些有止痒效果的药膏，像是紫云膏或是紫玉膏。那紫玉膏里面呢，它就是有冰片可以散热，把这个局部的这个热啊散掉之后，就比较不会发痒。而且紫玉膏里面的冰片啊，这个或是一些我们会用一些凉凉的儿茶、薄荷脑这些东西，都有一些止痒的效果。那紫草当归就是可以把这个血热散掉，所以其实只要你皮肤有痒有红的话，这个紫玉膏都可以去处理。那有些人呢，他就觉得说他只要皮肤痒起来，他就冰敷。那如果你是实症的荨麻疹的话，可以这样做。可是你如果是虚症的，比如说你是低温，然后有荨麻疹，或是你是我刚刚说阳虚型的荨麻疹，就不建议你这样做，因为你这样子做可能会变得比其他地方也有荨麻疹跑出来。那另外就是因为荨麻疹就是全身的气血比较虚，然后或者是气血比较运行不顺畅的状态。你如果没有发作的话，你维持全身的这个气血顺畅，运动是最好的方式。可是有些人跟我说啊，庄医师你就叫我运动，可是我运动完全身热起来我就痒，那我就没有办法运动啊。这时候我就会建议大家先用中西药的方式，把这个因为发热而痒的状况先把它缓解下来。那你在缓解期的话，你就去做运动，让这个全身的气血顺畅一点，以后就比较不会发作这样子荨麻疹的状态。好，我们来回答大家的问题。这时候坊间的偏方说香菜跟米酒可以止痒吗？其实荨麻疹就是皮肤的散热功能失调啦，所以你如果把局部的热散掉，当然是可以止痒啊。那像香菜啊，它有一些辛香的挥发性；米酒它也是因为酒精嘛，它也是有挥发性，它可以帮助体表散热。可是我不建议大家这样做，因为你虽然暂时的散掉这个热，可是因为米酒跟香菜它毕竟对身体是一个刺激的这个过敏源，所以暂时帮助散热。但是久了，你一直去刺激它，反而变成皮肤不健康，变成接触性的皮肤炎，又变成湿疹，那就得不偿失了，因为会越来越痒。荨麻疹会不会遗传呢？荨麻疹其实跟遗传有关，因为体质会占很多的因素。像有些妈妈她或是爸爸也是，他就皮肤很容易过敏啊，鼻子很容易过敏。那生下来小朋友可能生出来就是有荨麻疹的体质，或是异位性皮肤炎的体质，所以这就是养胎很重要。像有些妈妈她就是在怀孕的期间好好的调养体质，那虽然她第一胎没有调养体质，第一胎小朋友有这个荨麻疹，可是她好好的调养好，虽然妈妈还是有荨麻疹，可是小朋友呢就没有荨麻疹。那如果有过敏体质，你不想要遗传给小朋友的话，那你在你怀孕之前，不管是男生女生哦，在怀胎之前都要好好的把自己体质调整好，这样呢你的下一代就比较不会有这种过敏体质的问题。新冠肺炎
并发荨麻疹，中医有解吗？有些人他新冠肺炎之后啊，或是不管是不是新冠肺炎，他打这个疫苗打完之后，全身痒得不得了，也不见得是荨麻疹哦，有可能是湿疹。这种临床上真的也不少，而且最近真的越来越多。那中医是不是有解呢？当然有解啊，因为这就是免疫失调，我们一样帮你把气血跟皮肤相关的气血调回来就好，那这样荨麻疹的状况就可以缓解了。那之后呢，我们会有新冠肺炎的专辑哦，敬请大家期待一下。爱吃瓜果类会不会得荨麻疹？有些人真的很无辜他就是一脸无辜来找我说，我都吃的超清淡的，每天都是吃这个生菜沙拉、黄瓜、冬瓜什么。苦瓜吃超清淡的，但是我为什么还是有荨麻疹？因为啊，吃这些瓜类啊，含氧的东西会得到脾虚型的荨麻疹，所以不是就是你没有吃烤炸辣，你没有喝酒，你不会荨麻疹哦，还是要把自己的体质调节到比较中和的状态，才不会有荨麻疹啦。讲到这里呢，这个荨麻疹反反复复发作，这个反反复复吃西药还是发作的话，也不用觉得很绝望，因为呢，把这个根源找出来，把这个体质失调的地方找出来，调好了，荨麻疹自然就不会再缠着你了。这期节目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看，大爱学汉医，我们下次再见。